晦气，赶紧扔乱葬岗完事儿。你个舐犊的死丫头，净给我们添麻烦。副手，坐下，小姐。哟，是个忠心的丫鬟呢。看来你是挨打少了，要不要试试我们兄弟俩的特殊照顾？嗯。你要干什么？贱人！弄他！干什么？放开！小姐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大夫人的嘱托。大夫人，那个快病死的大夫人，恐怕都活不过这个月了吧？这不是梦，我不是死了吗？我这是穿越了。一宁，既然你立志成为医生，每一个病患都要认真对待，别丢了我们医者的本分。妈妈，你叮嘱我的事情我都做到了，可是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对我？黑心医生草菅人命，没实力的害人一场。人肉他，曝光他，让他社会性死亡。魏医生，冷静一下，想一想你的家人啊！妈妈，我好想你，我来找你。看来这副身体的主人也叫魏婴，魏家嫡女，为了取代嫡系资源和继承权，被魏家继室卖到青楼，成了侍毒娘后，被折磨致死。但是奇怪，感觉体内的毒素已经被分解掉了，难道这具身体已经练成了百毒不侵的体质？小姐，你没死，太好了！老夫差点就辜负大夫人的嘱托了。夫人病重了好久，现在肯定心急如焚，日日盼小姐归家。老夫发誓，就算拼了命，也要护小姐周全。丫头，你是人是鬼呀？刚刚明明断了气儿啊！我啊，没死透，喝了鹤顶红还没死，真是邪了门了。这丫头是个活的毒罐子，留着准能赚大钱。来人，把她带到柴房。张妈妈，夫人病重，只盼见小姐最后一面，您就放小姐走吧。罗夫愿意留下来，担受所有惩罚。这个女孩在拼了命的保护我。把你们买回来就是受罪的，难不成还来享清福吗？看来张妈妈也想尝尝这鹤顶红的滋味，见血封喉谈不上，但保证让你烂手烂脚，浑身剧痒难耐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个毒妇，快救！我看谁敢动！张妈妈，你最惜命对不对？你说我这根簪子要是不小心划花你的脸，或者扎到你的皮肤里，你这生意还做不做得？别扎！我放你们走，我放你们走！快走！洛夫，我们走。小姐，我们去哪？收拾一下，回魏府。污蔑，这是污蔑呀！我的女儿绝不会去那种地方。您明鉴呐，求求您发发慈悲，许人去找找啊，母亲。大嫂，外面都传遍了，有人看见五丫头在醉花楼那种阿杂的地方附近晃悠，还跟一个白衣男子拉拉扯扯，我们魏家的脸面都被丢尽了。这要是坐实了，咱们魏家所有姑娘的名节可都要被他拖累下水了呀！娘，我可不想被拖累。哼，明日可就是萧府设立的百花宴了，五丫头不在，真是遗憾。姐姐别这么说，五妹妹或许真有难处。祖母，或许我们报官寻一寻。胡闹！报官？你是嫌我们魏家女儿的名声太好听了吗？既然她不知轻重，就当我们魏家少了她这个人。报告老夫人，吴小姐回来了。什么？
怎么？看来二婶婶很不想让我回来。她竟然和我妈妈长得一模一样。娘，女儿回来了。她怎么会？我明明找人把她扔到野外。五丫头，这些日子都去哪儿疯了？我们啊，可都担心坏了。你看你披头散发，衣衫不整，出去疯玩几天，一点黄花闺女的样子都没有了。疯玩？二婶婶这话可真叫宁儿心寒。魏姨娘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这半个月你都去哪儿了？我只是在外迷途之时，偶遇了一位心善的神医，不仅治好了我多年的体弱之症，还教会了我许多医术药理。如今我的身体已无大碍，甚至比以往还要康健。胡说八道！母亲，你别信他的鬼话，肯定是出去外面野了。二婶婶何必急于否定我？难道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说的是鬼话？我放肆顶撞长辈，还满口谎言！立刻回到你的院子，闭门思过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踏出半步。宁儿才刚回来，您就要给她关禁闭，她这身子骨怎么受得住啊？算了，母亲，大嫂，也都别动怒了。五丫头平安回来，那便闭门思过。孙女不知何错之有，简直反了天了！虎妹妹莫不是烧糊涂了？祖母只是一时气急，并非真的罚你。如今这只是认个错便了了的事，怎么反倒还逞强撒谎，执拗起来了？祖母息怒，孙女只是觉得我失踪的传言闹得沸沸扬扬，方才听祖母和二婶婶谈及赏花宴，若此时我被关禁闭，对祖母和魏家的名声都无益啊。你孙女在赏花宴上现身，正好可向众人澄清流言。方才祖母不是还担心流言传入宫中贵人耳中，怕给魏家惹来祸端吗？好一张利嘴！你给我听好了，若是在赏花宴上丢了我魏家的颜面，我立刻请家法，打死不论。母亲，多谢祖母，孙女告退。他这是多年积郁，加上近日忧思过甚，过于劳累，伤了根本，并非不治之症，只要好好调理，就可以康复起来。母亲，你就好好休息，安心调养，你的病我一定能治好。宁儿，娘这身子骨啊，自己清楚，我能看到你平安回来，就已经很知足了。神医医术超凡，女儿也尽得真传，你要相信女儿，你的病我一定能治好。是娘没用，没能护住你。现在女儿既通药理，便有了立身之本。等您身体稍微好一点了，我们就离开大房二房。这魏府深宅早就容不下我们，看他们今日态度，继续留在这里只会任人搓磨。这魏家戚夫人真是毫不掩饰，吃这种食物毫无营养，难怪身子一直这么虚弱。是大麻。洛福，你去按照这个方子抓药，速去速回，路上小心。是，小姐。五妹妹，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五妹妹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快让我瞧瞧你有没有瘦了。这么快就来惹事，有劳姐姐关怀。我呀，让小厨房给你熬了碗安神汤，你早点喝完歇息。明日我们一起去赏花大会。什么安神汤，分明是毁容的毒药，喝下去嘴唇红肿酸痒，没几天根本消不了。姐姐真是体贴啊，还特意为我费心。不过往年姐姐才是万众瞩目的焦点，这汤药我看还是免了吧。自家姐妹客气什么，快趁热喝了吧，凉了药效可就差了。
刚回来的时候吹了点风，这会有些头晕。乐福，你还记得我之前给你的药囊吗？快拿过来让我闻一闻。是小姐，奴婢这就去找。我的脸好烫！小姐，您的嘴。姐姐，你的嘴，定是刚刚汤药太烫，把你的嘴烫伤了。胡说，就是你故意让他绊我的。姐姐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妹妹刚刚头晕，误撞了丫鬟，害姐姐被泼，我心里愧疚的很。怎么会是故意的？魏一宁，我跟你拼了！吵吵闹闹，怎么回事？东陵，你的嘴怎么了？是魏一宁害的我。那碗汤药怎么会？吴丫头，你对东陵做了什么？二婶误会了，是二姐姐端的汤药太烫了，洛夫没拿稳，不小心泼了她一身。胡说，分明是你故意的！姐姐这话可真叫妹妹心寒啊！对了，我听神医说过，像这类红肿就得立刻冰敷，否则10天半月也难好呢。娘，我的脸可不能毁了呀！快扶大小姐回房冰敷，赶紧！真是吓死奴婢了。看来二姐这碗汤药药效着实猛烈，只可惜她自作自受。什么？吃药里居然有毒？他们简直欺人太甚！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是为了阻止我参加明日的赏花宴。洛夫，你速去抓药，务必在天黑前回来。是小姐，奴婢这就去。这魏家如狼窝，必须尽快离开。明日的赏花宴看来是个好机会。我的脸！娘，你听，魏东陵这副模样，怕是半个月都见不得人了。任婉如一向沉不住气，这次更是蠢得令人发笑。下药这种手段，居然做得如此粗糙。对了，娘，这魏一宁当真要去参加赏花宴？她是嫡女，她要是去了，这再好的姻缘，怕是都轮不到我了。还有那个蠢货魏东陵。傻孩子，怕什么呀？论才学样貌，你可比他们俩强100倍。赏花会上自见真章。女儿知道了。不过魏一宁能从张妈妈手中逃出来，确实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。沈婉如那蠢货只会找人硬碰，是我暗中牵线找到的张妈妈接手。她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？你们快看，这株粉海棠开的可真精致，去年这花宴布置的可真是用心。你们可算来了。哎，安姨，你这身衣裳是霓裳阁的新品吧？这金线绣的可真精致啊！哎，东陵，今日大好春光，你怎么还戴着面纱呢？我呀，昨日感染了风寒，怕过了病气给姐妹们。你们姐妹俩呀，总是这般细心周到。对了，怎么不见魏一宁？听说她回来了。哼，就她，整天在外面厮混那么久，哪还有半点闺秀的模样？简直丢尽了魏家的脸面。大家别这么说，今日五妹妹未能跟我们同车，想必稍后就到。哼，还敢摆架子，我可忘不了去年她那身滑稽的衣服。看来啊，今年又有好戏看喽。魏一宁昨日害我如此难堪，可惜啊，笑柄终归是笑柄。快看，桥边那位穿越青色素罗裙的姑娘是哪家千金？看着倒是挺端正，就是看不清她是谁啊。她是魏一宁，她怎么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？不可能，她往日最爱对镜气语，俗不可耐，今日怎么会这般清丽绝尘？她以前有这么好看吗？魏一宁，你究竟使了什么妖术？怎么会像是完全变了个人？一宁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些天你们都去哪儿？我都担心死了。你没事吧？好久不见，这是原主少有的亲友，冯家的小女儿冯安然。一宁，你还好吗？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对哦。无妨，我只是有些疲惫。魏一宁这身打扮是像与安姨姐姐争艳呢。等一下我去会一会她。雪雁，别这么说，算了吧。哟，这不是魏一宁吗？听说近半个月你是出去游历了？
还有什么趣事与我们分享呀？想必是见识了不少风土人情吧？可别是遇上了什么艳遇了？你别这么说，五妹妹啊，在外面可是遇到了位神医呢。神医？这可真是奇遇啊！是啊，五妹妹还说神医教了她不少医术呢。你们半个月就能学成医术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太医院那些太医们岂不是都要自愧不如了？诸位姐姐如此出言不逊，轻鄙医术，岂非是对天下医师大不敬？那太医院的太医们，听闻赏花宴的千金们是医道为儿戏，不知会作何感想？五妹妹，大家相识一场，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，何必如此较真呢？你胡说！我们何曾轻鄙医道？分明是你自己胡诌，什么半月学医，引人发笑。干嘛？你看我干嘛？雪雁姐姐似乎肝火颇重，眼下泛青，唇周暗沉，想必正当月事。而且，他怎么知道？且什么？且虚火上行，湿热内蕴。想必姐姐现在不仅口中干涩，口气颇大。你胡说！五妹妹，怎么能如此编排姐妹？我这是为姐姐好呀，建议姐姐少动肝火，多用些薏仁代茶水，如此也能让人更愿意亲近些。安然，这里茶气太重，闷得慌，我们去那边走走吧。你们说他们那个药方可否真的有用？住嘴！何公子，尝尝我家的佳酿，这可不是你那儿卖的寻常药酒能比的。是，谢蔡公子赏赐，何某惭愧，家中那些粗鄙之物，岂敢相提并论？哎，何公子别妄自菲薄嘛。你们家那个十全大补汤还是不错的，虽然说我爹喝了之后半夜都睡不着觉。承蒙各位公子关照。这何家少爷可真是个废物，何老爷子一走，家里的产业就败得七七八八了。是，就剩那间经营不下去的小药馆了。何家衰败后，何正阳也就只能这样，做着这些高门子弟的小跟班，就那么哄他们开心。偶尔去他们那里买一些参茸补品，也算一种接济。你知道吗？今天花会上所用的茶包，也是萧家看在何老爷的面子上，交给何家承办的，也算是一点接济。对不住了，少华。无妨，小事一桩。张公子不必挂谢。一宁，你去干什么？何公子，用这个吧。你是魏家五姑娘？不用，我自己来便可。何公子是来送今日宴饮所用的茶包，好像被不小心碰忘了。不劳烦魏小姐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哎，哟，这不是刚失踪不久回来的魏五姑娘吗？我听说你在外与男子相处很有一套，我看今日天气不错，不如跟我去城东划个船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别不识抬举。几位要去，便自行前去好了。一宁敬谢不敏。你得意什么？以为自己是魏家嫡女就了不起呀？你父亲早逝，你母亲也不过是个商户出身，你嘚瑟什么？公子此言差矣。一宁自知身份低微，只是公子对一宁有何不满，竟可以针对我一人。据我所知，今日是这花宴的萧老将军夫人，也是出于商户。公子还是别轻言见人的好。这魏五姑娘真是树敌无数，还敢用你家的名头做挡箭牌啊！糯米团子。哎呀，算了，今天人多，我们还是不要生事。我们走。魏姑娘，今日特意前来，莫非是为何某解围？恕何某直言，你我之间似乎未曾有过交集。举手之劳，何公子不必挂谢。
茉莉香片配以少许陈皮，清新解腻，倒是适合这春日花宴。不过是些寻常之物罢了，勉强入得了口。只可惜，这茶似乎只能作为茶叶饮用，毫无药力。难怪何家医馆生意萧条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一介姑娘，懂得什么药方？何公子可想让何家药馆的生意在7日内起死回生？魏姑娘，你的事迹何某有略听样，莫不是真以为自己偶遇了神医，得了真传，在这儿发梦说痴话吗？何公子若不信，不妨跟我打个赌，将此药包替换掉今日贵宾席上的茶包，不必多，只需让最有分量的那几位饮下即可。这是？此茶名为玉露茶，7日之内，若无人因饮此茶不适，反而有人上门求购，便算我赢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万一出了差池，我何家这最后一点根基也完了。就凭何家药馆如今已是苟延残喘，若无变数，最多不过残喘半月1月。赌一把，或有生机；不赌，便是坐以待毙。你这么做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若此事能成，我希望何公子能允我一样东西。我想做何家药馆的坐堂大夫。安姨呀，你那五妹妹可真是交友广泛，这才刚回府，就跟破落户何家的公子聊得如此热络，真是物以类聚。五妹妹或许是真性情，不拘小节。魏安姨，你就是性子太软，太容易被人欺负。诸位公子小姐，赏花宴助兴游戏现在开始，首项投壶射覆，还请各位踊跃参与，拔得头头者有赏。啊，这些游戏未免太过温吞了吧？咱们不如来玩点刺激的，不如射箭，但是寻常射法过于无趣，咱们今天玩点新鲜的。魏武小姐，可否你与我比试一场？比什么？一个人将果子顶在头上，另一个人离10步之遥射那个果子，之后互换，谁要是射中了，或者另一个人不敢顶，谁就赢。魏武小姐可肯？有好戏可看。依宁，这个菜鸡分明知道你不会射箭，这摆明了是想陷害你。我们走。我为何不敢？依宁，你会射箭？不会啊。啊？蔡公子若箭术精，射中果子，我自然无事。我的箭术若是不精，射偏了，该担心安危的是公子才对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你少吓唬我，来就来。那就来比一比，正好今日的彩头我也想要。你别动啊！我没动。手滑了，失误，再来。这是射果子还是射罗呀？蔡公子，站稳了，我的剑术可是神医教的，不太稳哦。哎，蔡公子，你裤子怎么湿了？哟，这是尿了！我不比了，不比了！蔡哥哥，你别认输！不比了！这么小，猪药啊！有猪药啊！你，魏依宁，是你这个毒妇害我跟你拼了！二姐姐，快别说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你不得好死，你会遭报应的！你给我等着！你敢算计我？我没有算计二姐姐，这是个意外。二姐姐，你快别说了，五妹妹，你跟你二姐姐道个歉行吗？咱们是一家人，非要闹成这样让外人看笑话吗？依宁，小心！
二姐姐，这样能让你消消气了吗？天哪，出血了！这样看来，一直在魏家受欺凌的都是大房一家，魏依宁真是可怜。我上辈子最会的就是如何饰演一名乖乖，又被这个傻子连累了。看来这魏家二姑娘家教也不过如此啊。这是萧玉将军，听说这次赏花宴，萧老将军就是想为他择席呢。年纪轻轻就立了战功，简直是天选郎君。萧玉大人，来人，请太医院的执手太医过来，为魏五小姐诊治。再派人护送魏二小姐回府，将今日之事完完全全的告知魏老夫人，顺便再问问她是否需要派一位教养嬷嬷过府，好好的规范一下魏家女儿的言行。萧将军，我二姐姐她是一时糊涂，绝非故意。这是不是故意的？太医验过伤便知，我只看到今天魏五小姐在我萧家宴会上见了血。萧将军，不必麻烦了，这点小伤我自行包扎就好。依宁先告退了。依宁，我去前面等你。这是苦肉计。萧将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刚刚明明可以躲开的。将军，这是什么话？刚刚情况太紧急了，我根本反应不过来。哦，是反应不过来，还是根本就不想躲呢？魏武小姐，将军既然看穿，又何必说出来？如果不这么做，今日被千夫所指，甚至要累积家族名声的人就是我了。我只不过是把他们想对我做的稍稍反弹回去那么一点点而已。一点点？你这一点点足以让你那位二姐姐半年都不敢出门见人。那也好过我被他们害得无立足之地。将军高高在上，自然不会知道有些人，你退一尺，他进一丈，唯有让他痛了、怕了，才知道收敛。那你就不怕扔过来的不只是扇子这么简单？怕，但我更怕任人宰割。将军若无其他事，依宁告退。对自己也狠得下心，是个人物。你今天竟然出手救了魏依宁，这可不像你平时会管的小事啊！他要是真的被打晕，或者是破了相，这赏花宴不就成了见血的笑话了吗？祖父的面上须不好看，这萧家的宴会还容不得这等蠢货撒野。就是这么简单。我看到魏武小姐倒是比这园中那些矫揉造作的贵女都有意思的多。王妃，这是熬好的安胎药，先放这吧。我待会儿再喝。夫人别嫌药苦，这是郡王殿下吩咐熬下的，趁热喝了方才有效。王妃，萧玉将军来了。萧玉来了。姐姐，都是有身子的人了，就别总是立在风口上。你倒是越发啰嗦，我还没这么娇气。是啊，你堂堂一个郡王妃，怀有身孕，府里面也不见几个伺候的人，确实不够娇气。这要是换做寻常人家的主母怀孕，还得多找几个人照顾。我郡王府没落至此，本将军也深感意外。这是郡王殿下下令后厨给王妃熬的安胎药。安胎药？不好，太苦了，重熬一碗吧。药哪有不苦的？那就熬到不苦为止。王嬷嬷，先下去吧，我与世子有话要说。好端端的，你吓他做什么？这哪叫吓他呀？我今日当着郡王府上下的面一刀杀了他，这才叫吓。又胡说！今日怎么突然来这儿了？今日不是赏花宴吗？怎么样，有看中心仪的姑娘吗？我想来就来了，看自家姐姐还要挑日子不成？你要是真心疼我，就早点定下心来，成个家。你整天漂泊在外，
那我多不放心啊！哎呀，姐，您好好瞧瞧我这张脸，像是需要愁这些的人吗？你不知道啊，光是来你这儿一趟，这路上碰见的帕子都能开间绣坊了。哎呀，你别逗我笑了，最近稍一动弹便觉得坠得疼。姐，时辰不早了，你赶紧回房歇会儿吧。好，王子，是你自己也多注意身体啊。好。公子，最近院里其他丫鬟都被侧妃的人寻理由打发走了，只剩奴婢一个。屋里的茶饮汤药都没人敢动，王妃偷偷的倒掉了。再过几日，我再送2个人进来。这郡王府人多眼杂，别让别人看出了你的身份，一旦被人抓住把柄，供出我就是。是。还有，如果有人对王妃不利，保护王妃为先，紧急情况见血也无碍。是。古人用药看似朴拙，实则暗藏讥讽。小姐，他们越发过分了。赏花宴后，老夫人把您禁足也就罢了，如今连吃食都克扣成这样，这清汤寡水的，喂鸟都不够。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对了，记得派人跟母亲通知一下，让她不要担心，好好休息。夫人派下人来问过了，我都交代了。放心，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了。小姐，这话什么意思？虎姑娘，老夫人请您即刻去大厅。这不就来了吗？逆女，还不跪下！祖母，依宁不知身犯何错，为何要跪？小姐，五丫头，你究竟在外头做了什么，竟然引得何家公子找上门来，口口声声的称你为在世药神？虎丫头，你让魏家颜面扫地还不够，如今还要蛊惑何家公子。我看你在外面遇到的不是什么神医，而是什么蛊惑之事。祖母，快请人来做法。五丫头定是让邪物上了身。何公子，老夫人，各位夫人，事出突然，恕正阳失礼。何少爷，你当我魏家是什么地方，容得你如此放肆？情况紧急，恕正阳无礼，今日前来只为一事，恳请依宁姑娘出任我何家药馆坐堂大夫，何家上下必施礼相待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疯了，简直是疯了！何公子，难道你中了什么邪祟，来蛊惑我们魏家未出阁的姑娘坐堂问诊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何公子，这话可万万说不得。依宁还是个孩子，哪里懂什么医术？莫不是被人哄骗？祖母，五丫头定是用了什么妖法，蛊惑了何少爷，快请法师来驱邪啊！回老夫人，各位夫人，正阳清醒得很，更没中什么邪祟。今日前来，只因依宁姑娘乃真正的神医圣手。荒唐！我魏家嫡女，岂会去你那破药馆坐堂？何少爷，请你立刻离开，否则休怪我魏府不客气。老夫人息怒，正阳也知此事不妥，但事出紧急，若非万不得已，正阳也不会开这个口。只是这关乎到何家和魏府两家的命脉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，此事说来话长。昨日赏花宴上，依宁姑娘好心赠予我几副她亲手调配的药茶，说是对春日眼目昏花、鼻塞流涕颇有良效。只是我一时糊涂，听闻太师夫人深受花粉症的困扰，便斗胆将茶包献了上去。什么？太师夫人？何公子，那只是我随手配着玩的方子，怎敢献给太师夫人？若是出了什么差错……是啊，我也觉得后悔莫及。可谁知太师夫人饮用后不出几日，
困扰他多年的花粉症便大有好转，还命我差人多送上一些，还问这药茶是何人所配。你是怎么说的？我哪敢隐瞒，只敢如实相告，只说是贵府五姑娘伊宁小姐亲手调配。太师夫人听后赞不绝口，直说这魏府啊是藏龙卧凤，出了个在世女画婆。何公子啊，我那半吊子医术不过是跟着尤医学了点皮毛，何至于如此称赞？哎呀，你就别谦虚了。够了，你俩少在府上一唱一和。太师夫人怎么会放宫中太医不用，却用我们平民医馆的大夫？二位夫人，此事正阳断不敢造假，只是这太师夫人的命令，谁敢怠慢？唉，何大少，恐怕要让您失望了。依您这几日守家规，正在闭门思过呢。这可怎么办？若明日交不出茶包，太师夫人怪罪下来，别说何家，就连魏府也担待不起啊！好你个魏依宁，老身答应了。母亲不能让依宁去，这成何体统？是呀，母亲，此事还得从长计议呀。多谢祖母。魏老夫人深明大义，正阳告退。反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何公子，没想到你演技还挺不错的，方才在大厅上脸红脖子粗，冷汗淋漓，演得跟真的一样。魏武姑娘，你就别取笑我了，你不早也算到我会来魏府救你出来吗？如今呢，我来了，你开个价，药包多少两银子卖我？哦，何公子，我的条件可不是只卖药包啊。武姑娘，你莫不是真要来我药馆当坐馆大夫？我当时只觉得你在说笑罢了。这药馆的坐馆大夫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中年男子，你一介姑娘，还是不要抛头露面的为好。再者，你家里人看到，难免也会担忧的嘛。何公子昨日来府上，也看到了我那祖母和婶婶的嘴脸，可有担忧二字？唉，武姑娘，你就别倔了。这样吧，茶包给我，银子给你，往后啊，我就来你府上取，这可好？何公子，这春日的花粉还得再飞一段时间吧？那又如何？若何公子的药馆有药茶售卖，至少3个月内不愁无人问津。若何公子信不过我行医的本事，自可出题考验我。可你若不愿意做这笔交易，那便也算了。洛福，我们走。哎，等等！哎呀，武姑娘，算我怕了你。不过我要先跟你说定了，1个月内若是没人肯买你的账，你就得乖乖放弃坐馆大夫，只卖我药茶，行不行？没问题，一言为定。对了，何公子，药茶的钱咱们5-5分账。这，魏武姑娘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你说这小 offer 不就有了吗？姑奶奶，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！你说你那药方上上好的杭白菊和那野蜂蜜，还有那些珍稀的名贵药材，这哪一样不是钱呢？你说，何公子啊，眼光要放长远一点。等咱们的药茶做成了京城独一份，还怕回不了本儿？血腥味！走开！我的盆子！怎么回事？快跑啊！快跑！小姐当心！站住！快让老子宰了他！小姐，没用的，此人是巡检司巡捕李振山，此人贪功冒进，杀人如麻，这么大阵仗追捕一个逃犯，恐怕……吕大方，我劝你乖乖就范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闭嘴！李振山，就是因为你们才把我害成这样子！别过来！臭婊子，我杀了你！
小姐，你没事吧？魏武姑娘，你还真是到哪都不太平。雷捕头，抓个人而已，你的阵仗可不小啊！萧大人，我等捉拿逃犯也是奉命办事而已。捉拿逃犯，方才若不是我出手快，你们这些箭怕不是要把他射成刺猬。这么着急灭口，莫非此人身上牵扯着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？雷大人不能留他活口的。萧大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随口一说，雷捕头何必如此紧张？这要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真的心虚了。高阳在，把人带走，交由刑狱司仔细审问，就说是我的意思，涉及京城治安，将军府有权过问。是，萧大人，吕大方是我司要捉拿的要犯，您此举怕不合规矩。规矩，保护京畿安危就是最大的规矩，人是我擒的，自然由我处置。还是说，雷捕头还真想当着我的面动私刑？今日之事，多谢萧大人好意。哎，好说。剑里有毒，剑里有剧毒，如果再耽误，必死无疑。此毒含有剧毒灵物，能让人全身抽搐、呼吸衰竭，半炷香内便会蔓延全身而亡。如果换到现代，或许还能有救，可现在这毒无解方，吕大山这次必死无疑。吕大山呐，可别怪我下死手，要怪就怪萧玉非要阻拦我。萧大人，要不然人我抬走回巡检司再做决定。你休想将人带走。有救吗？你不是说你遇到了神医，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吗？这就是个机会。魏武姑娘，这是麻沸散，之前在母亲房间里搜到的，或许能派上用场。何公子，帮我把这药粉喂到他嘴里。洛福，去找些荠草来。是。他都已经中毒了，你还喂他这个，有什么用啊？麻沸散能让他产生幻觉，减少疼痛。大人，等会儿麻药生效，你就利落些，一刀砍断他的胳膊。魏姑娘，我杀人倒是多，靠砍手来救人阵。不对，就算可以减少痛感，他也会因为流血过多而死啊！魏姑娘，咱就别凑热闹了好吗？万一他死了，你可脱不了干系。别给自己再找这些事了。我有办法，能让他快速止血。有事我担着，你尽管试试。小姐，荠草来了。大人，就砍这里。我快，不然毒素蔓延全身就来不及了。关禁闭的时候，在书中看到古人留下的方法，荠草能止血。已经包扎好了，不过还需连续用药敷几日。高阳，立刻将人犯押往殿前4案楼，加派人手看守。是，你们走。小姐，你受伤了，流了这么多血。小伤而已，不碍事。我的姑奶奶，咱就快走吧，去我药馆给你包扎一下。这地方晦气。哎，你们几个还没腾气呢？军爷，都是自己人。这位呢，是我药馆新任的坐馆大夫。自己人。哎呀，你说这都哥们儿啊。这伤口看着不长，但挺深的，都怪那个天杀的恶徒。魏姑娘，方才那般凶险，要是换作寻常闺秀，怕是早已被吓晕过去。魏姑娘不仅镇定自若，竟还懂得拔簪自卫，真是好胆色。跟上次那般柔弱的模样，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呢。萧将军过奖，绝剑之下，兔子急了也会咬人，求生本能罢了，算不上什么好胆色。
这是宫中预制的金疮药，效果极好，不会留疤。多谢将军好意，不过小女自有伤药，不敢劳烦将军，更不敢僭越使用御赐之物。将军事务繁忙，不敢叨扰。洛夫，我们走吧。是。犯人已移交刑狱司，这边也。这不是你平时宝贝的很的御赐药吗？这怎么这么多废话呀？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一会儿自己找个地方去上药啊，去吧。这是谁又惹他了？小姐，您真的没事吗？小伤而已，不碍事。哎，老板，来2斤8豆。哎，这位姑娘是？麦叔，你眼神不错呀。这是我们医馆新请来的坐馆大夫魏大夫。坐馆大夫？女大夫？何大少，您没糊涂吧？一姑娘家的能瞧什么病？我不是找了一个相好的，搁这儿唬我们呢？去，人家是正经大夫，会看病会调药，比你这不要脸的好多了。哎呀，去，女大夫怎么了？比那些老棒子顺眼多了。懂个屁！洛夫，辅佐何公子把这些药材分拣出来，做成茶包。是。哎，东家，胡老爷来了。哎呦，胡老爷，您可来了。郑阳啊，你这铺子啊，胡叔，里面请。胡叔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重金礼聘的坐馆大夫魏大夫，您的陈年可及。无知妇人怎可坐馆行医？无知妇人怎可坐馆行医？何正阳，这百草堂是你父亲最后留下的一点记忆，就是经营不善，那也是你父亲一辈子的心血呀！你怎么能这样糟蹋？我怎么糟蹋了？你找一个这么年轻的姑娘当坐馆大夫，你想让你九泉之下的父亲不得安生吗？我爹他怎么不能安生？有个漂亮的姑娘做坐馆大夫，说不定还乐得睁眼呢。这姑娘好的不学，冒充大夫到处招摇撞骗，赶紧走！别以为正阳年轻就好欺骗，他绝对不会上当的。我受你父亲的委托，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误入歧途。胡说，魏姑娘她真不是骗子。你还笑着她说话？你瞅她年纪轻轻的，哪里像个大夫？你让她坐在这里，别人还以为你这医馆乌烟瘴气，糊弄人呢。我跟你说，老先生口疮肿胀，热痛如灼，纵使再生气，也不妨先喝杯温茶，化浊解毒，清心解火。你怎么知道老夫口舌生疮啊？叔，我都跟您说过了，这魏武姑娘她真是神医。阿茂，是不是？啊，是，东家说的对。你真是大夫？不可能啊！翰林医馆的那些天才也得籍贯之后才敢做馆了。像你这年纪，又是女子行医，多半都是做些妇科接生。像你这样做馆，老先生信或不信，我开副药方给您拿回去用上几日，再来赶我走也不迟。魏大夫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这药茶我才喝了3天，我的偏头疼就好了大半了。以前遇到阴雨天呐，我疼得眼睛都睁不开。你看现在，我也能看书，能写字儿了。你这药茶必须做下去。谢胡老爷的认可。不过呀，我马上就要离开医馆了。离开？为什么离开？哎呀，都怪我的药房啊，没什么名声。这魏武姑娘又生得太好，竟一时无人信我们的药茶。此时啊，若是有一位德高望重、人脉广阔之人推荐一下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只可惜啊，我声名狼藉，竟是些狐朋狗友。哎，魏大夫，你放心，老夫一定让你的药茶名满京城。
这老孙，难怪着地上火生口疮。魏大夫，咱们这个鼻塞药茶明明还有那么多，刚才为什么骗胡老爷说还是10罐啊？笨蛋，不这么说，那老头能相信吗？不过这魏姑娘倒也真是机灵，3言2语以退为进，竟把老古板拿捏得死死的。小姐，这位胡老爷真的能带来客人吗？等着吧，2日后自见分晓。小姐，这药茶至今1罐也没卖出去，要不先停一停？不急，会有人买的。请问贵馆可有治疗头痛之症的药茶售买？是，各位公子可是要购买治疗头疾的茶包？那你们可来对地方了，这整个京城啊，独此一家呀。哦，是，我们也是胡老爷的推荐前来的。听说贵馆的药茶对治疗头痛之症有奇效。各位是来买玉露茶吗？4两银子1罐。玉露茶此名有何讲究？此茶清润如露，能化春日阴雨头疾之苦，便唤作玉露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药优雅至极，此药就算是药效略逊，我也要来上2罐。我也要！各位公子，各位先生，手汗无草啊，都有。我们先排好队。都有。慢走啊，各位公子。这位公子不是来买玉露茶的吗？我想为我母亲买1盒，但是我身上银子不太够。魏大夫，这是我做试验的茶包，就当试用装送您了。不，魏大夫，我不能白拿你的茶包。这真的是试用装，我没有骗您。这样吧，你给我1文钱，就当做是打折后买下的。谢谢你，魏大夫。蔡公子，你就别闹心了。百草堂那边啊，算是彻底完了。何正阳真请来了魏武姑娘来做坐馆大夫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现在连个抓药的人都看不见，我看啊，那个铺子砸在他手里是迟早的事儿。何正阳这个人啊，就是被他爹给惯坏了，文不成武不就的，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，方是这么好的家业都守不住，哪像我们蔡家。看来本公子还是发善心，低价把他那个破医馆给盘下来，也算是替他爹清理门户了。公子，不好了！百草堂那边，百草堂怎么了？一定是那个女人治死了人，苦主跑上门来闹事了，我就知道。不是公子，是好多书生文人去那边买药茶，门都快挤满了，热闹得很。药茶？那些人是疯了不成？跑到那个破地方买药茶？哟，五丫头回来了。听说你在药馆早出晚归，辛苦得很，恐怕是在那和氏药馆大展宏图吧？五丫头，你二婶啊也是关心你，一个姑娘家早出晚归的，多不好。对，听说那药馆门可罗雀，清冷得很。哎呀，何必呀去受那个罪呢？五妹妹心气高，自然看不上在家做女工，非要去那破医馆，是展什么医术？姐姐别这么说，五妹妹或许是想体验生活。有了2位婶婶和姐姐们的关心，药堂生意尚可，每日不过挣些散碎银子罢了。我就说，那何家公子能有什么出息？就是个败家子儿，带着我们魏家小姐到处抛头露面，把我们魏家脸面丢尽了。依宁，听三婶一句劝，趁早收手。明日府里啊，给东陵、安姨啊裁新衣，你也一块来，多裁几件好衣裳，好好学学规矩。将来啊，便可。三婶的好意依宁心领了，只是这每日赚的散碎银子虽然不多，却也不知该如何收纳，正想请教2位婶婶呢。这是
3岁银两，不可能，这破药馆怎么可能？是啊，生意也就一般，每日也就赚个几10两银子吧，除去开支，所剩无几。所以二位婶婶见多识广，可有什么好的理财法子？什么几10两，吹牛的吧？等回去找蔡哥哥问个明白。对，看来两位婶婶也没什么好主意啊，那依宁便自己再想想吧。洛福，我累了。夫人小姐，那你们请吧。小姐，你刚刚看到2夫人和3夫人的脸色吗？都气急了。现在咱们有自己的银子了，洛福，去买点好的食材，我要给母亲做药膳。好的，小姐。大人，李大山醒过来了，都招供了，他们的目标是后面的科举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外头来了帖子，尚书府家要请你去。你就说我公务繁忙，我就知道是这样。自从赏花宴后，我帮你拒绝的这些帖子，没有100都有80了。咱们萧将军长得扎眼，年少有为，要换作是我，退休一次也想倾心相许了。唯独有一次，咱们上回遇到的那魏姑娘，连谢都不道就走了。面对你这样的美色，还能坐怀不乱，那魏姑娘真是能成大事之人。你最近是不是有点闲啊？别，打住！要不给你找点事做？我这次来是来给你送茶的，托人买了2罐，送你1罐。玉露茶，你不知道吗？近来圣经可实行这玩意儿，说煎服可缓解头疾鼻渊，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。来历不明的东西我可不喝。这怎么就来路不明了？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。哎，大可不必。真是不识货。东陵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还能有谁啊？不就是那该死的魏依宁？哎呦，来，好妹妹，快坐下来瞧一瞧啊。哎呀，蔡哥哥，最近他那个破药茶在京城火得不得了，他一个草包，凭什么出这样的风头？肯定是何正阳那个败家子在背后给他捣的鬼。你说那事儿，我知道，不就是卖了一些治头疾鼻塞的粗鄙汤药，哗众取宠罢了。妹妹何必为他动情？没得失了身份。哎呀，蔡哥哥，你怎么还有闲心在这里喝茶？周文，快跟你家少爷说说，最近知润堂的生意怎么样了？最近来找药的客人少了8成。你听到了吗，蔡哥哥？难道你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那败家子挣他的钱啊？哎呀，蔡哥哥，你说过的，会给我出气的。妹妹，你说怎么出？他不是靠着药茶赚钱出名的吗？你就不能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药茶来？他卖4两1罐，你就卖2两，不1两，让他1罐也卖不出去，把他那点希望彻底掐灭。我看他怎么得意。模仿他的药？蔡家家大业大，手底下能人那么多，找个懂药理的还不简单？就算不能做出10成10，做出个7、8分像，能唬人不就行了？到时候让他带着他的破药罐一起滚出京城。有道理，就按妹妹说的办。周文，立刻去百草堂买10罐玉露茶回来，给我快！是，少爷。东陵妹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做得比他更好，卖得更便宜。到时候一定让他血本无归，哭着来求妹妹你。这才是我认识的蔡哥哥。你放心，事成之后，我定在母亲面前多为你美言几句。包在我身上。魏武姑娘，你说
会不会是我们这批药茶火候没掌握好，导致功效有所减退，所以客人才越来越少？哼，何公子，您这话说的，要是这药茶没用，我老爷能隔三差五来买吗？这倒说的也是。东家，不好了！秀怎么了？刚才我在外面听说，知润堂也出了一款治春困和鼻塞的药茶，叫玉木茶，只卖3两银子一罐。什么？他们这是明抢啊！蔡记这个老王八蛋，我就说店里生意怎么越来越差，原来是他在背后搞的鬼，还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我这就找他算账去。何公子，您冷静。你别拦我！蔡记这个老王八蛋，他不仅抄袭我们的药，还取了个差不多的名字来恶心人。我们之前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名声，全给他们做了嫁衣。我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反正这个药店也开不下去了，我这就找他骂个痛快。然后呢？客人就会回来买我们4两银子的药茶吗？仿制药茶并非难事，今日有知润堂，明日必会有其他家效仿。何公子打算一家一家骂过去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们也降价吗？卖3两银子。知润堂名声比我们大，同样的价格，客人自然会选择他们。降价是死路一条。天要亡我何正阳啊！难道我何正阳天生就是当穷人的命？何大少，旁人未必做得出我的药茶。听你的意思是，仿制药茶须得辨明所有药材，我在里面加了一味特殊的材料，极难分辨。知润堂的大夫恐怕还没这个本事。真的？何公子，与其在这里多想，还不如做点别的。做什么？之前玉露茶刚火的时候，坊间曾有传言说药到病除，好在我们的药茶确实有效，这才站稳了脚跟。对啊，也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乱传。你是说，知润堂辨不出我的方子，他们的玉露茶效用自然大打折扣，短时间内或许可以蒙混过关，时间一长，买药的人发现没有用，信誉自然崩塌。既然他们开了这个口子，何公子何不帮他们添一把？你个老糊涂，你就是个老骗子！陈四，你胡说什么？你就是一个大骗子，满嘴的胡言，说什么你那药茶是可以治疗头疼和鼻塞，又害得我在友人面前丢了面子，见了丑。你是不是跟那些药铺要了多大的好处，跟他们一起骗人？什么骗子？这药本身就有奇效，老夫喝了几罐，头不晕了，眼不花了，你身体不济，你越要做什么？有病！你个臭无赖，老骗子！你就是个骗子！你那个药我吃了5日，到现在还打喷嚏。老夫喝了3日，满面红光。玉木茶一点鸟用都没有，玉露茶就是最好的。玉露茶。瞪大眼睛看好了，老夫买的这叫玉露茶。你前2天鼻子不好使，眼睛现在也不好使了是吧？瞪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顶上印的是什么字儿？你个奴才，在哪个药铺买的假药，竟敢欺骗你的主子！老爷，冤枉！不可能啊！小的在知润堂买的药材，这知润堂是100年老号，到处都是分部，不可能有假货呀！哼，知润堂，老夫这可是在百草堂买的。这混账，好大的招牌！给老娘滚出来！这位婶子，在下蔡记。我呸！好个知润堂，
说什么玉木茶喝了头疾力减，原来都是骗人的，吹得天花乱坠，害得老娘省吃俭用买了3罐回去见府，一点疗效都没有。无凭无据，你这妇人怎么在我这儿污蔑我？毁我名声？你有个屁的名声！你有胆子你就自己问问，你这玉木茶到底有半丝疗效没有？可不是嘛，你这药茶一点疗效都没有，我都喝了7、8天了，还是呛着鼻子流着泪水，还说什么鼻塞力竭，呸！简直就是胡鬼！一罐3两银子，你一共收了我15两银子，钱收的倒是爽快，效果不见半分，还说旁人是污蔑，殊不知做生意都讲究一个货真价实，况且你还是人命关天的医馆呢。就是，我还以为是我的问题呢，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觉得。这1分钱1分货，这知润堂的药茶本身就是抄袭人家百草堂的玉露茶。哎，你这不对啊！这之前有疗效的也是玉露茶。要我说呀，这真品和赝品就是有区别。哎，要想治疗头疾呀，还得百草汤才是。何家医馆的玉露茶才是真正有奇效的药。大快人心，大快人心呐！魏有姑娘，你可真是料事如神。如今那蔡记啊，连知润堂的大门都不敢开了，躲在房间里面装孙子呢。你说这种老王八蛋就该给他点苦头尝尝。对，我听说了，好多人去知润堂骂他卖假药，还让他们贴银子呢。这回知润堂名誉受损，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那姓蔡的老王八蛋想找我们麻烦，结果现在躲在房间里，肠子都要悔青了吧？这其实我算过，这些月来玉露茶净赚200两银子。虽然啊，魏有姑娘，您的月给呢是2两银子，但是我呀，也不是占你便宜的人。再者说了，你帮我教训了蔡启那个老王八蛋，所以啊，这100两就当是给你的分成了。没想到啊，你这人平日对银子抠抠搜搜的，这会儿竟这么大方，难怪能将偌大一副家产败得精光。多谢。你，没事，多帮我制造几副药材吧。喏，小姐，这是啥？新的药茶，准备春转夏，是用来调整阴阳平衡，协调脏腑，疏通经络，运行气血，对女性轻身健脾有良效，名字就叫星灵茶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整日在外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？五丫头，如今可是大忙人，哪还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？祖母、二婶、三婶，依您今日回来是有事相商。莫非是医馆开不下去，回来求援了？恰恰相反，依您近日略有所得，攒了些银钱，打算带母亲搬出魏家，另寻一处僻静小院居住。你说什么？搬出去？你哪来的钱？这些应该够我跟母亲租间小院，雇人照料，安心养病。这么多银子，你从哪儿偷来的？二婶慎言，这些是我从草堂赚来的，干干净净。胡闹！我魏家嫡女岂能搬出去住？你这是要打我魏家的脸吗？祖母，母亲在魏家居住多年，病体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日渐衰弱。孙女只是想让母亲换一个环境安心养病，难道这也不行？依你，你年纪小不懂事，搬出去，外人会怎么说？会说我们魏家苛待嫡媳，你让你祖母，让你父亲在天之灵，如何安心？魏家人是怎么对我母亲的，外人早已心知肚明。依您这么做，也是为了给魏家保存最后一点颜面。母亲，媳妇儿愿随您儿搬出去。这些年来，多谢家里的照顾。好啊，你们母女俩串通好了，要气死我是不是？魏依宁，你别以为你赚了几个臭钱，你就想为所欲为，你休想拿走魏家1分1毫。二婶婶，你放心好了，
我已经请人誊写好了母亲的嫁妆单子，明日便可让祖母过目。该是我们的，一分都不会少；不是我们的，一厘都不多拿。母亲，我们走。烦了，真是烦了！母亲，快请大夫，快请大夫！夫人小姐，你们看这院子多好啊，有花有草，还能听到鸟叫，比府里那个阴冷的偏院强多了。是啊，真好。宁儿，娘好像好久没有这么松快过了。以后会更好的。母亲，您就在这里安心养病，什么都别想。宁儿，只是辛苦你了，年纪轻轻的还要照顾我。女儿不辛苦，只要您能好起来，比什么都强。这里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冷嘲热讽，您在这里一定很快就能好起来。夫人，小姐给您新调了方子，说是没以前那么苦了。只要有我宁儿在，什么药都不苦。终于把药卖完了，可累坏本少爷了。公子，我要累瘫了。魏一宁，我是没给你发月银还是怎的？为什么你总穿的这副寒酸样？要是别人看到了，还以为我医馆入不敷出，明日就要倒闭了呢。何公子，我整日跟在药堂，何必那么讲究？衣裳嘛，能穿就行。就是，这衣服又没破又没坏，明玉斋的蜜汁金线合欢裙倒是不寒酸，一件20两银子。何掌柜给钱买吗？你少激本少爷！我跟你讲啊，要是平日呢也就算了，但是今日啊，我们得去吃饭。你这身打扮呢，我怕那酒楼不让你进。吃饭？公子说魏大夫来医馆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就在西门桥的仁和店订了一桌午宴，请咱们医馆去尝尝。自从呢你们来了这医馆之后，本医馆呢也算是起死回生，枯木逢春。作为东家呢，我也不是一个不知感恩的人，所以啊，今天带你们去见见世面，以后啊可别说本少爷小气。那多谢你了。不过我得先去送药，等我送完药再来找你们。送药？送什么药？文君王府要了几罐清灵茶，刚好今日君王府宴请女眷，以度佳节。姑娘想着人多，送药去还能多引些客流，特意赶在今日去送的。魏姑娘，本医馆有你这样的坐馆大夫，我真是倍感欣慰。有你在啊，我们医馆一年一定能连开10家分店，都不在话下。好了，你去吧。对了，他们刚刚说去哪儿来着？好像是郡王府。郡王府？晦气！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忘了，那个姓萧的，他姐不就是郡王府的王妃吗？所以呢？没什么，单纯觉得他讨厌。夫人仔细，别着凉了。不知为什么，这几人总觉得热得慌。莫不是孕至后期都会如此？这个奴婢不知。外廷定是热闹非凡吧？不像我这个郡王妃身怀6甲，行动不便，只能待在这个院子里。郡主殿下，你本就不耐烦应酬贵人间的人情世故，府中张罗宴客一事，全都落在侧妃柳岩身上，不是更好？也是，我这个正妃是摆设一事，早已人尽皆知，又何必自找麻烦？王妃叹什么气呢？过不了多久就要和小世子或小小姐见面了，这要叫小世子或小小姐瞧见了，还以为王妃你不耐烦他们呢。胡说，我怎么会不耐烦他们？今日郡王府中设宴，大家都在后园忙着，你们将药送至后厨，就可以走了。若是夫人用得好，之后还得劳烦姑娘再跑一趟，多送些药茶。应该的。魏大夫，宋夫人，魏大夫今天怎么在这里？莫非郡王府有人病了不成？哦，不是，我来府上送茶。送茶？魏大夫的生意都做到郡王府来了，看来线下何氏医馆的名气不小呢。全仰仗夫人之前帮忙，夫人交友显贵，那些人家听闻夫人说了，才会纷纷前往医馆购药。
魏五娘的嘴真甜，刚好你也赶得巧，线下宴席还未开始，随我走趟，同他们说一下你这药茶，顺便也抓住这个机会。好啊，劳烦宋夫人啊。宋夫人，今日怎么来这么晚？这位是百草堂的魏大夫，我先前就认识，人家刚好带茶过来给你们瞧瞧。各位可别小看他，咱们盛京正盛起的那味青灵茶，就是出自他的手里。那你线下可有带药茶在身上？有的，有的。非常抱歉，今日出门太匆忙了，只备了这么2罐。各位夫人小姐，若是还想要，我就让人记住你们府邸的名字，改日亲自给你们送上来。怎么都围成一团呀？这是什么事？这样热闹？柳侧妃，这位是郡王府侧妃柳岩，等下她若找你说话，你可千万不要提起萧大人。好呀，好呀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郡王妃萧淑英与小萧大人是异母同胞的亲姐弟。这衣裳，王妃与柳岩素来不和。我穿越过来的，哪知道这种复杂的王室关系，还是不要吵吵的好。夫人，宴席即刻开始，我也该离开了。也好，过几日得了空，你再来我府上说话。夫人不好了，出事了！王妃院中传来消息，说王妃突然腹中剧痛，她是动了胎气，现下十分危急，请您赶紧过去。夫人，出事了！王妃院中传来消息，王妃突然腹中剧痛，她是动了胎气，现下十分危急，请您赶紧过去。怎么会这样子？用我的名帖，快去请卢医官，快去啊！是。诸位，实在抱歉，先接着玩。府上有些事，我得赶去瞧瞧。夫人，这位魏大夫通晓医理，眼下医官未至，不如让魏大夫先去给王妃瞧一眼。是啊，魏大夫也是大夫，多少通晓医理，不如就让魏大夫去瞧瞧。既是能做出别家医馆制不出的灵药，魏大夫的医术毋庸置疑。眼下情况危急，魏大夫想必也能帮上些忙。要知道，萧淑英没出事还好，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魏五姑娘不被迁怒才怪。你是大夫？回夫人，是的，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感到不舒服。那真是太好了。眼下医官还未至，王妃情况危急，不如随我去看看吧。今日恐怕想走也走不了了，现在走就会有人质疑我的医术，一旦被质疑，何家医馆就别想盘活了，而且还连累了宋夫人。是，夫人。王妃向来不喜我进她院中，眼下王妃正难受，见了我，她要是不舒服便不好了。再说了，我胆小，见不得那些场面。魏大夫，快先进去吧。是，我是西街医馆的坐馆大夫，今日在王府送药，医官和稳婆都还没到，侧妃让我进来瞧一瞧王妃。大夫，我好些了。这屋中明明放了这么多仙果，却还有如此浓重的血腥之气。怎么会有血？怎么有血啊？大夫，夫人今天早上还好好的，就在刚刚不久，突然腹部难忍，然后就流了很多的血，现在血已经止住了，安胎药也吃了，现在腹部也好些了，现在表面上看也无大碍了。可曾有过磕碰，或者有人刺激他？都没有，没有任何征兆动了胎气，还流了血，虽有腹痛之兆，但已止住。只从这里看，情势似乎没有方才说的那般危急。府中已拿了帖子，去请了医官院医官，认识的稳婆也在赶来的路上。王妃玉体珍贵，大夫切记动作轻缓。真是信不过我呀。
乎刚刚的胎动并未对他造成什么影响。可能山胎药已经起作用了。王妃还疼吗？不疼了。见了红，又有腹痛之症，但是还什么都没做就已平息下来，脉象已趋于平稳。只是无缘无故的，怎会突然腹痛见红？大夫，我腹中的孩儿无碍，王妃不必担心。有帕子吗？你干什么？房子别这样，大夫，我这婢女性子急些，你莫要介意。王妃可曾发觉这里肿胀？这里，这个之前就有了，也请医官来瞧过。医官说孕至后期肿胀是常有的事情，让我无需在意。大夫，有什么不可吗？孕至后期，产妇的确会有身体水肿一说。孕至后期，明明已经入秋，我还常常觉得浑身发热，时不时的流汗。这确实是孕期会出现的情况。最难受的前半月，我小腹还起了风燥疹痱，痒得出奇，又不敢去抓挠。医官抓了些药草让我出来擦洗，好容易熬了半月才消退。腹颈肿胀，发热多汗，皮肤发黑，腹部风燥，腹痛流血。大夫，单看哪一样，的确是孕期可能出现的情况，但数样一齐发展。洛府，住手！你们看。夫人，那大夫已经查到了，她是魏府家的五姑娘。魏府五姑娘，沈表姐家的，就是那个从外头回来，说自己遇到神医指教的那个疯癫女。正是。正好替我那个没用的表姐铲除敌人。没想到萧淑英如今要被一个疯丫头诊治，那正好方才显得与我们无关了。大夫瞧会不会瞧出有什么不对的？奴婢胡说八道，夫人别放在心上。哼，宫中的药，医官院的医官都瞧不出来。萧淑英的那几个大夫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出端倪来。她一个疯丫头能看出什么呢？也算她命不好。萧淑英今日无事便罢，若是出事了，她也脱不了干系，说不定还要一同陪葬。不过能为文郡王府的世子陪葬，以她那样身份的人，也算是她的荣幸了。萧淑英啊，谁让你与我作对？你若诞下的是个儿子，将来就是文郡王府的世子，而我柳人所生，便要被永远烙上一个庶子之名。所以，萧淑英，你腹中子嗣注定不能留。你说王妃中毒？不可能！王妃平日里的起居用物都被我们仔细检查过，因怕旁人在其中做了手脚，连香料都不曾用。至于饮食，我们和王妃同吃同住，我和琼影都不曾有反应，王妃怎么会中毒？毒这一物，并非只存在于饮食当中，若想害人，自可无处不在。大夫，这毒尚未辨明毒物种类，我无法解毒。大夫，王妃因有孕在身，近来极少出屋，医官亦时常前来启脉，都未察觉有异样，怎么会中毒？王妃出现后颈肿胀、发热多汗、身体发黑、腹部风燥等症状，大概是在多久之前？近2月前。在这2个月之间，王妃可曾接触过什么特别之物，或是收到什么赠礼？没有特别之物，只是近2月前有人赠予我一对鎏金发簪，倒是宫内所赐，寓意多子多福。可否请王妃取来让我一看？取碗清水来。有毒啊！大夫，这发簪上有毒。这是汞毒，可溶于精气表层，长期佩戴
毒素经肌肤进入体内，此毒阴险之处在于，它与常人无异，却专损孕妇胎儿。更巧妙的是，中毒者脉象依然平稳，纵然胎已诊治，也只与寻常妊娠反应无二。若长期使用安胎药，毒素反而深植，待10月临盆产下死胎，产妇却安然无恙。大夫既识得此毒，可否尽快为王妃解毒？汞毒入体，无药可救。魏大夫，魏大夫，王妃，魏大夫，王妃，救救我的孩子！不要心软，不能心软。郡王府中情况错综复杂，一定会有一个外人贸然掺和，绝非好事。萧淑英若是无事，我已道出王妃中毒真相，势必被下毒之人记恨。若萧淑英有事更糟，我作为无故卷入其中的一粒草芥，只会成为迁怒的法子，一同与这位郡王妃陪葬。更何况，这本来就是无解之毒，没有用的。正如王妃所言，医官也来过多次，却没有识出王妃中毒之兆，更别提替王妃解毒。更何况，此毒对孕妇无害，却独独损害胎儿。王妃中毒多日，今日腹中出血，正是毒素成熟的标志。服用安胎药，毒素反而会越来越深，适得其反。魏大夫，魏大夫，王妃，大夫，你有办法是不是？我求你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我求求你。或许有个法子，可以一试。什么办法？催产。王妃要不再想想，不再多叫几个医官瞧瞧，万一有不用催产的法子呢？我相信魏大夫。魏大夫，之前医官院的医官来了不少，可一个发现不对劲的都没有。他们连我中毒之剂都发现不了，又怎么能奢望他们解毒呢？可是这样您太冒险了。我冒险，魏大夫又何尝不是呢？你们以为他帮我催产，这难道就不为难吗？王妃，之后就全仰托魏大夫了。催产药喝下，还有一会儿才会发作。魏大夫医术高超，远升医官院医官，不知师从何医啊？只是不知名的山野大夫罢了。魏大夫今日帮我催产，恐怕耽误的时间有点久，要不要我让人替魏大夫给家里传个话，省得他们担心？好。大夫，若是催产，是不是孩子就能顺利的？催产是为了让胎儿在毒性未完全重入时把它剥离出来，若继续留在王妃腹中，毒性会越来越深，女子生产基本就是脚踏入鬼门关。我并不能保证能替胎儿完全清除毒性，甚至不能保证王妃安然无虞，我只能尽力替王妃腹中胎儿尽力一试。王妃可明白？魏大夫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我是给王妃接生的大夫，不是哄王妃开心的伶人。何况我认为让王妃清楚当前的真实情况，有助于接下来的生产。琼影，魏大夫说的没错，纵然没中毒，谁也不能保证生产能不能顺利。我萧淑云此生没做过一件坏事，我相信老天不会待我刻薄，今日一定顺顺利利。此生没做过一件坏事，老天就不会待人刻薄吗？大夫，王妃，大夫，我肚子好像有点不大舒服。催产药生效了，催产药生效了。王妃，王妃躺下。魏大夫，你尽管去做，就算出什么差错，我也能保住你，证明此事全都是我自己的主意，与你无关。到这个时候，这位郡王妃还念着旁人的安危。别怕，我认识萧玉。你认识阿月？太好了，你认识阿月。魏大夫，我相信你，真的。王妃，王妃，我没有力气的。王妃开门！府中混入贼人，有人毒害
哼，王妃怎么一直都不出声啊？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？坏了，柳叶好像清醒了。夫人，刚去问了药铺，抓药的说这是无胎饮，是催产药啊。催产药？中毒之人腹中胎相安稳，待满10月诞下一名死胎，产妇却平安无事。这殷红要待到10月已满，腹中婴孩再无生机。但10月未满就产下的小孩，究竟能不能活，也不甚清楚。并且魏婴宁既已发现真相，一旦此事真相大白，毒害王府子嗣的罪名一旦安排在他身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王妃被人挟持，把门给我砸开！哼！柳叶，你做什么？王妃，刚刚旁边药铺的掌柜差人来说，这位魏大夫的丫鬟去药铺抓了催产的伏胎饮，掌柜担心出了差错，便立刻前来告知。妹妹得知此事，便立刻赶了过来。魏一宁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害郡王的子嗣！我没有谋害贵府子嗣，催产药是王妃自己的主意。是我自己的主意，我腹中胎儿不稳，有中毒之忌，我让魏大夫替我催产，以保全婴孩。你滚出去！王妃可真会说笑呀！医官院的医官隔三差五的上门，从未查出过王妃有中毒之事。怎么，一个小医馆的医女却能查出王妃有阴胎之毒？莫不是你这个女人诡计多端？女子生产本就九死一生，今日魏一宁是必死无疑，但若惊扰之下教书婴难产，一尸两命，正合我意。至于这罪名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抓起来！柳叶，大胆！护卫！拿下他们！这些护卫都是你真本事，就算萧淑英的隐秘绝人手在，终究生前难敌40。萧玉，你怎么来了？萧玉，阿玉来了。继续吧。萧玉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萧玉是为他姐姐而来。王妃，文郡王用力啊！眼下王府中，谁能保得了我？快用力！他是文郡王最依仗的护卫，他说杀就杀，没有半丝迟疑。萧玉绝不会放过我。萧大人，这些人勾结，想要谋害王妃。他们都是我的人。那照你的意思就是，本世子想在光天化日之下谋害自己的亲姐姐？拖走！是。放开我！你疯了！我是王府的侧妃，你岂敢动我？郡王回来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不会放过我，你们最好祈祷我姐姐平安无事，否则今日在场之人一个都跑不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，魏武姑娘，我带了太医过来，需要帮助的话随时跟我说。好。王妃用力啊！王妃快好了，一定要挺住！王妃快出来了！母亲死的时候也流了很多血。母妃，皇姨姐姐，快逃！姐姐。
你一定会没事的。大人，郡王妃升了为小少爷。大人，您现在还不能进去。小姐刚刚才接生了小公子，可小公子生来体内带毒，小姐还得替他去毒，恐怕还要等些时候。那我姐姐呢？郡王妃没事，只是有些虚弱，萧大人可以放心。主子，文郡王回府得知您扣下护卫和柳侧妃一事，嫉妒朕正在院门口和禁卫们对峙，嚷着要您赶紧放人，让他滚远点儿，要不然我就当着他的面剐了他的爱妾。萧大人，魏姑娘，今天辛苦了。太晚了，宵夜有些潦草，还望魏姑娘凑合一下。多谢。今天有劳魏姑娘熬了一个大夜。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以前在医院有重大手术，连才几个通宵都有，这种算不了什么。只是我还有一事不明，魏姑娘为何要到何氏做大夫？为了赚钱啊。魏姑娘不必对我如此防备，至少今夜我们应该不是敌人。我一直以为这个人没有软肋，但今天发现他的软肋就是家人。魏姑娘怎么不说话？萧大人想说什么？今天多谢你今天出手相救，这要是换做其他大夫，可能就不会救。毕竟谁都不想掺和郡王府这趟婚事。其实今日我本不打算救的。那为何姑娘又改变了主意？因为不救的话，就没法让萧大人欠我一个人情了。话也不能这么说吧，吕大山那次我也算救了姑娘一回。哦，可我今日是因为救郡王妃才遇险，我的命微如草芥，不如郡王妃母子值钱。这么算的话，还是萧大人欠我的更多。谁说的？魏姑娘是一介大夫，怎么眼里的性命还有高低贵贱之分？有福之人人服侍，无福之人服侍人。郡王妃是被人服侍的，不是服侍人的，这就是贵贱之分。这么俗气？穷人一向俗气。这向来都是坏人装好人，可是魏姑娘为何要反其道而行之呢？她长得真好看。好吧，那魏大夫想要多少诊银呢？萧大人，我们不妨做个交易。表姐，你可知魏家那个死丫头前几日都做了些什么？死丫头，她又惹出什么事了？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啊？替萧淑英接生的就是她。什么？她还会接生？表姐，你连一个丫头都拿捏不住，反倒让她爬到我头上来了。你不懂，那死丫头狡猾得很，以前住在府里还好拿捏一些，自从搬出府去，越发不好收拾。我几次出手，都被她打了回来。她害得郡王冷落了我，还让萧淑英平安诞下男婴。她若是当时在我手里，早就死无全尸了。她不是在何家那个破药馆做药茶吗？她既然这么不守安分，那就让她消失。表妹的意思是，从外头做，她既然选择与萧家站在一边，那就不要怪我柳岩心狠手辣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替文郡王妃接生，还要去她府上治疗她孩子的毒？是啊，孩子体内余毒未清，还需几日针灸。魏一宁啊，魏一宁，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？
这柳家背后是朱太后，你这可是在刀尖上跳舞啊！何公子，小姐救了郡王妃和小世子，这可是天大的功德。功德记在我的钱袋里，还是记在我的额头上啊？我们这样的人最经不起的就是他们这种权贵的消遣。这是什么？银子。这么多，哪来的？萧玉夫的枕巾。这么多枕巾？不对呀，这宫里有太医，就算外面请大夫，也要不了这么多枕巾啊。他萧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？不光是郡王妃的枕巾，还有将军府的体检预付款。体检预付款？萧大人，我们不妨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我救了萧大人的亲姐姐，又被迫卷入了您的权势斗争，牺牲这么大，萧大人难道不应该表示表示？比如给您府里的战士们每年预定一次体检，价格保证公道，童叟无欺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强壮的体魄才是效忠的根本嘛，对不对？是，魏大夫还真是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啊。就是这个，何公子，现在你还觉得靠近萧玉就是晦气吗？那他这样，这也是应该的，毕竟我们救的可是郡主夫人。那我去接诊了。啊，现在就女菩萨，女菩萨，求求你啊，求求你啊，大夫，救救我孙子，救救我孙子，我孙子快不行了。大娘，你孙子怎么了？你慢慢说。他吐血了，还抽得厉害，就在那边，就在那间烂屋里。我们家穷，没钱请郎中，只能给你磕头啊！大娘，大娘，魏大夫，求求你了，你带我去吧。好。喝口，喝点儿。喝呀！糟了，中计了！大夫，你看，我孙子就在那儿。老人家，您孙子在哪？就在那儿啊！朱老大，好了，就是这个女的给萧家的贱人接的伤，在京都我要让她没有立足之地，和我斗还嫩着点儿。朱大人，你看，我按照你和老夫人的意思，把人给引来了，那我的赏钱少不了你的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那老身就先回去了。站住！让你走了吧。朱大人，事情未了，我们走一趟吧。大人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一定守口如瓶，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的。我孩子还在家等着我啊！废话真多，来人，带走，节外生枝。大人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是大夫。姑娘，信了就别出声，在这儿啊，大夫跟病人没两样，别费劲了。就算是治好了，又能怎样？到了这里，就是进了无底洞。我认识你，你是吴秀才的母亲。半个月前，他来过药堂，为你抓治疗心口疼的药，那方子还是我开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衣服上的补丁和吴大哥身上的一样，即使单身昂贵，他也不愿用柴胡替代，因为这是给他母亲抓的药。我儿，他经常在药馆提起您，说您独自一人抚养他成人，很是不易。
他一心科考，只是为了早日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他若知道，他引以为傲、辛苦侍奉的母亲，竟然帮人做这种伤天害理、拐卖人口的勾当。闭嘴！你懂什么？我儿今年秋闱，需要好多银子打点，我们这样的家境，哪儿能凑得齐？朱大人说了，只要我肯为他做点事，他就能帮我儿扫除一切障碍，一定重榜。你信吗？我信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吴大哥辛苦科考12年，难道你真以为他资质平庸，一次都没考中？想必朱家也不过是利用你罢了。不可能！其实你比谁都清楚吴大哥的才学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走，快起来！不要！你们放开他！他们会被送到哪里？不知道，也许卖去窑子，或许卖去做贱奴，又或者是去了有钱人家的暗房里。反正啊，横竖都是个死。不，你可以救他们，也只有你能救我们。我做不到。看看，这就是胆敢逃跑的下场。畜生！哼，这么嚣张，不愧是魏家嫡女。好相貌，有酒一番，绝对是我洪秀阁的主牌。哼，算了，我今天来只是看一下，你跟萧玉什么关系？拼了命了，都要为萧淑英接生，怎么？萧玉是你相好？怎么？你很怕萧玉？你怕他找上你，会把你杀了？我朱世昌会怕萧玉？我朱世昌怎么会怕萧玉？朱世昌，你干什么？朱世昌，住手！不要将就不知之罚酒，再敢嘴硬，我现在就杀了他！我说，你是怎样攀上萧玉的关系？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全都给我说出来！没错，我是他相好，不过萧家的事我一概不知。那萧淑英的孩子现在有没有度过危险期？朱世昌，你会付出代价的！代价？哼！说这句话的人不止你一个，我背后可是太后。说。萧淑英的孩子身上的病毒到底怎么回事？还未完全排清，若无我帮他排毒，必死无疑。还算你识相，乖乖的早说，不就没什么事了吗？来人，是，把他带走。是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接近他。走，主帅，魏姑娘她不见了！你说什么？属下本来跟着，可是被醉汉挡住了视线，回头发现魏姑娘她就不见了。你把魏姑娘藏到哪儿了？是我的疏忽。疏忽？什么疏忽？魏姑娘她怎么了？本来大人是要我跟着她，但是在我回过头来的时候，她就不见了。何公子，责备的是，不过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她找出来。找出来？京城这么大，怎么找？小雨，我知道你权势通天，耳目众睹，可你知道你身边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你，看着你身边的人吗？一宁姑娘只因与你相近，便要招此等无妄之灾。高阳在，即刻调派悬奖类，要绝对可靠之人。先从医馆的周围开始去查那辆马车，所有的城门暗哨、水路码头，还有妓馆、赌坊。只要是与柳岩以及太后有关的所有关联的场所，都要逐一的排查。切记，所有动作都要秘密进行，千万不可打草惊蛇。是。你是在怀疑魏姑娘是被我拖入了这场漩涡？要是她有什么不测，小雨，找到她，无论如何找到她。我会的。纵使翻遍整个京城，掘地3尺，我也定会带她回来。田妹妹，
严妹妹，表姐总是这么风风火火的，什么事啊，让你这么着急？魏一宁她不见了，昨夜的事，现在整个将军府像疯了一样在找，连萧玉也亲自带着部队出去找了。哦，不见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省得我们再费心了。可若是查起来，我怕会被发现。你怕什么？都是城外找来的流民，拿钱办事，办完就走。就算他萧玉有通天的本事，再怎么查也是查到几个醉汉头上，线索到了那里自然就断了。可是萧玉他没有可是，管好你的嘴，你等着看好戏便是。记住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大人，我在那边发现了这个。人呢？是他，昨天就是他拦的我。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昨天晚上看到了什么书？小的就是收指示，撞上这位大哥。还有呢？昨天有一个老妇人带着一个姑娘，就是被这个糊涂走了。我记得那老妇人脸上有颗大痣，吴秀才的母亲。姑娘，你醒醒啊！坚持住，走，我们一定要逃出去。来，想跑？吴大娘，快走，后面有小路，快！你别说话，我帮你止血。韦大夫，这些脏事，我儿子一点都不知情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是个干干净净的读书人。对不起你们，也对不起我儿。魏家女再不好好教导，那就只能委屈我自己了。人呢？魏一宁的接人呢？找，都给我找！是。在那边站住！他们在这儿，给我追！魏一宁，我还以为你能跑呢，乖乖跟我回去，还能少受点罪。动他一下试试。儿子，是。别动！过来晚了，快去救那些女孩子们！可阳，马上派人去附近，还有伤者。是，大人。出事长子跑了，让他跑，先清理此地，救治伤者，慢慢彻查所有线索。他们一直都在这里。是，你都昏睡1天1夜了，大家都很担心。魏姑娘，你醒了。魏姨娘，你可真能耐了，下次再敢把自己置于险境，我何家医馆可折腾不起。公子就是担心你嘴上才厉害。魏姑娘放心，红月夫人那边，洛府姑娘已经按您的吩咐给瞒住了，就说您在王府帮忙调理小世子，得晚些回去。还有郡王妃的小世子，
您之前留下解毒的方子，奴婢都按时送去了。方子姑娘说，小世子体内的余毒已经清得差不多了，太医诊脉都说脉象平稳，您不用挂心。对了，那些被拐的姑娘们都得救了，是萧大人的人找到了他们，还请了大夫诊治，现在都安置在安全的地方。是，我何家医馆的坐馆大夫差点沦为阶下囚，也是拜萧大人所赐。公子，少了一夜了，想必也成了。我不饿，我不饿。去市镇将军府的厨艺怎么样？我不饿呀。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吴大娘呢？尸体已经安置好了。吴母的事情，我知道你很难过。我只是觉得，虽然看似有选择，其实没有选择。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贪心付出代价。废物！你们都是一群废物！我花那么多的钱请朱世章出手，你们个个拍着胸脯跟我说，惠依宁活不了，萧淑英的孩子也保不住吗？现在呢？夫人，刚收到消息，魏依宁被萧大人的人半路救走了，还有那些被拐的女子也被寻了回来，还有小世子。魏依宁留了解毒的方子，医官说毒已经被清干净了，脉象稳得很。稳得很。我一心要的孩子死，我要魏依宁死，结果他们个个都活得好好的，只有我一个人被耍得团团转。滚！萧淑英她凭什么？她不过是拥有正妃名分的摆设，她凭什么安安稳稳的生下世子？惠依宁那个死丫头，凭什么次次都要坏我的好事？郡王妃到，参见郡王妃娘娘。不知姐姐前来何事，有何贵干？妹妹这院子倒是比前几日热闹不少，只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泼妇在院中撒泼，倒不像咱们郡王府的侧妃院落。姐姐，不过是妹妹不小心打翻了东西，让姐姐见笑了。不小心？我怎么听说妹妹这几日并不太高兴？莫非是我诞下的世子坏了妹妹大计？姐姐这是哪儿听的胡话？妹妹怎么会这么想？萧淑英，你干什么？我是正妃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喊我名字，你说该不该打？今日我来，就是想提醒你，守好你侧妃的本分。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便是秉着得罪郡王，也要将你这些破事捅到太后跟前，好让她评评理。我们走。魏大夫，胡大哥，我来看看大娘。都怪我，如果我能早点考取功名，娘就不用抱着遗憾而去。吴大哥，你还记得吗？上次你来医馆抓药，说对今年秋闱志在必得，还说今年的文章比去年精进了不少。可我还是落跑了。12年，我考了整整12年，每回都差一点。娘总说我运气差，可我知道是我太没有。不是你没有，是这科考本就不公。你以为你差的是才学？不，你差的是没有给主考官塞够银子，是没有找对门路。魏大夫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怎么可能啊？科举是朝廷选官的根本，这不会的。怎么不会？吴大哥，你寒窗苦读12载，
比不过别人一句打点，比不过那些官宦子弟的门路，这才是你次次落榜的真相。害死大娘的，从来都不是你的落榜，也不是他的一时糊涂，是这不公的世道，是那些把持科考、贪赃枉法的人，是那些使寒门子弟前程如草芥的规则，是那些让大娘觉得只有交钱，儿子才能出头的浑浊世道。魏大夫，那我怎么办？对抗。那些舞弊的人还在逍遥，那些不公的规则还在害人。你若真记挂大娘，你该振作起来。小姐，出大事了！吴秀才他没了。听说今天有人发现他死在破屋里，桌上还放着半碗带毒的粥，而且他还留了遗书。你看，上面写满了科考舞弊的证词。现在整个京城都炸锅了，所有考生看到遗书都气炸了，他们跑到官府门前喊冤，说要讨个说法，甚至还说要为吴秀才报仇。官府的人拦都拦不住，场面乱得很。小姐，您好像不太惊讶，您早料到了。大人，吴秀才的死已经查清楚了，是慢性毒药，应该是有人早就盯上他了。遗书上的内容已经传开了，考生们闹得厉害，刑部的人已经去维护秩序了。好，吴秀才的死不该只掀起一场动乱，那就让这场火烧得更旺一些。是，大人。明早去集市给娘买件漂亮的衣裳。好。哟，这不是五妹妹吗？稀客呀！怎么来找祖母？不，我要找二婶婶。找我何事呀？二婶可认得这个东西？这只不过是些寻常的香料碎末，有什么好认的？你拿这东西，难道想和我讨论熏香吗？寻常香料，这是我刚回来之时从母亲房里的香炉刮下来的。刚开始只觉得味道奇怪，前几日才想明白，这里面掺了大麻的碎末。什么大麻？你胡说！你母亲身体弱，郁结于心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把大麻少量加入熏香中，闻着与寻常安神香无异，可时间久了会损耗气血，加重体虚，还会让人整日困顿，郁结于心。母亲这些年身体越来越差，不仅是因为你们二房三房的欺压，更是因为她房里日日都燃着你好心送的安神香。你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放的？这香是西贡独有，整个京城恐怕只有黑市才能购入。我前段时间帮郡王妃顺利诞下世子，婶婶您说，若是我找郡王妃帮我查一下这香的来历和买家，难吗？我不生事，但也不怕事，今日来就是来告诉你，以后母亲的身子由我来护。若是再有下次，不管是掺了料的香，还是别的什么，我魏一宁必定以牙还牙。你二婶婶好自为之，若再有下次，我会让全京城都知道你是怎么对自家大嫂的。萧大人，这是暗牢，是处理麻烦的地方。这里是处理那些罚管不了又留不住的人。进。
抓来了。他害你陷入险境，又牵扯科考舞弊、拐卖女子，手上沾了无数条人命。小玉，你把我放了，这都是刘侧妃安排的，我只是拿钱办事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放了我吧。柳家的事情我自然会处理，但是你欠的债得先还了。小玉，刘侧妃和太后知道，不会放过你的。法能制裁的交给官府，法解决不了的事情我来解决。走吧，这里的事就交给他。高阳，刺他41刀，前40刀别让他死，最后一刀必须断气。遵令。怕了？不是怕，是觉得他罪有应得。他伤害了你，也害了很多无辜的人。若是等官府查证去走流程，他早被柳下保走了。但你这样，就彻底得罪了太后。我知道吴秀才还没死，放心吧，我托人在他家乡给他找了一份教书的活，他很安全。多谢。快看，魏大夫回来了！魏大夫回来了！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哟，大功臣，你回来了！你再不回来啊，我这药馆的门槛就要被街坊们踏平了。一一都问你啊，什么时候回来坐诊呢？魏大夫，您可算回来了。前几天听说您遇着危险，我这心一直就没放下过，做了件新衣裳，给你添添喜气。魏大夫，多亏你的玉露茶呀，我这老鼻子呀，今年秋天没遭罪。魏大夫，拿了些鸡蛋给您补补身子。我家丫头说呀，您之前开的止咳方子比那太医院的都管用。魏大夫，别怕那些坏人，咱们街坊都站你这边，以后谁敢再找你麻烦，咱们联名上官府去告他去。小姐，大家都记着您的好呢。哎，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做到了一个好医生。